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杨紫主演的争议剧，模仿还是突破？在娱乐圈的风起云涌中，每一部新剧的诞生都伴随着无数的期待与审视。近期，杨紫主演的新剧《要99爱》一经播出，便迅速占据了公众视野的焦点。然而，与其高人气相伴的，并非只有赞誉，还有源源不断的争议与质疑。这部剧究竟是模仿了经典韩剧的皮毛，还是在青春剧的领域中勇敢迈出了创新的一步？让我们一同深入剖析。要99爱以黄颖子为核心的故事线，串联起了一群青春洋溢的面孔，从青涩的校园岁月到步入职场的曲折历程，仿佛一幅细密的青春画卷。然而，这幅画卷却与韩剧《请回答1988》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部剧都以青春群像为主线，都描绘了从青少年到成年的成长轨迹。这种相似性让不少观众开始质疑《要99爱》是否涉嫌模仿。模仿与致敬之间的界限在艺术创作中一直模糊不清。对于观众而言，他们更关心的是作品是否能够触动内心，引发共鸣。如果要99爱仅仅是对《请回答1988》的拙劣模仿，那么它显然无法赢得观众的认可。然而，如果它能够在借鉴经典的基础上融入新的元素和创意，那么这种模仿未尝不可成为一种成功的致敬。青春群像戏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角色的刻画。在要99爱中，观众们对角色的评价褒贬不一。有观众认为学霸角色的设定过于呆板，缺乏真实感；也有观众认为其他角色的性格过于单一，缺乏深度。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剧集在人物刻画上显得力不从心，难以让观众产生强烈的代入感。选角问题也是引发争议的一大焦点。杨紫作为当下炙手可热的女演员，她的演技和颜值都得到了观众的广泛认可。然而，在剧中扮演高中生的她，却引发了不少观众的质疑。有观众认为她的年龄与角色设定不符，难以展现出高中生的青涩与纯真；也有观众认为她的表演过于刻意，缺乏自然流畅的感觉。这些质疑声音的存在，无疑给剧集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要99爱自开播以来，其收视数据一直表现平平。在竞争激烈的电视剧市场中，这样的成绩显然并不理想。与此同时，观众和评论家对该剧的反响也是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剧情老套，缺乏新意；也有人认为演员表演出色，值得一看。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使得剧集的口碑变得扑朔迷离。要99爱作为一部国产青春剧，在内娱市场中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其诞生背景正是国内观众对青春剧需求日益增长的时期。然而，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和观众审美的日益多元化，青春剧想要脱颖而出并非易事。要99爱的争议和质疑也反映了观众对优秀作品的渴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从更深远的角度来看，要99爱的争议事件对整个娱乐产业和人物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它引发了人们对国产青春剧创新问题的思考，在模仿与致敬之间寻找平衡点，成为创作者们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其次，选角风波也提醒了制片方在挑选演员时需要更加谨慎和精准地把握角色特点与演员特质的契合度。最后，这一事件也为其他即将上映或正在制作的青春剧提供了借鉴和反思的机会。回顾要99爱的争议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其在模仿与创新之间尚未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在选角、剧情表达和人物刻画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遗憾。然而，正是这些争议和质疑成为了推动国产青春剧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展望未来，我们期待国产青春剧能够在题材选择和表现手法上实现更大的突破和创新。只有真正把握住观众的需求和审美趋势，才能创作出既具有时代感又深入人心的优秀作品。同时，我们也希望制片方能够认真倾听观众的声音，从争议中汲取经验教训，为未来的创作之路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作为文章作者，我认为要99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争议和质疑，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值得关注和思考的作品。
在艺术创作中，模仿与创新往往相伴相生。只有当我们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审视和评价作品时，才能为整个娱乐产业的繁荣和发展贡献出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不容错过的3部古装剧，杨紫、白鹿、赵丽颖各有1部，你看过几部？1. 宁安如梦。且不说小说里江雪宁自刎之后，谢薇到底是为了天下已定，我故当烹选择自杀，还是为了女主殉情？咱就是说剧里他听到江雪宁拿着当年的情分，外加自己的性命换张遮时，反问女主用的区区2个字，加上他那声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可，就很好品了。张遮官位上虽说不能位极宰辅，但专业上谢薇曾经是认可过的。可听到江雪宁求情之后呢，张遮就变成了区区张遮，一向喜怒不形于色，逼宫之时能不疾不徐乘轿而来，眼皮都不抬一下的砍了小太监。听到江雪宁要救张遮，就咬牙切齿，神情焦躁不安了。他说他不爱，我是不信的。2. 神隐。4集看完，很喜欢他们养成系继承人的设定，每个人一上来就是强者身份开局，但是又各有不同。虽说不像宫斗那么激烈，但是很有继承者们之间相互暗暗较劲儿的感觉。剧情也是夹杂着搞笑元素和感情线，有点继承者们的味儿，但是是仙侠虐恋搞笑版。女主最惨继承人，大号凤隐，小号阿音，是天地凤凰一族的继承人，而且是有史以来的第2只火凤，稀有程度5星。第1集的时候，大家齐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庆祝这个小孩姐的即将破壳之日。3. 长相思。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句诗就是小妖这个角色最好的注解。在小说开篇不久，作者就写到小妖，他对别人狠心，对自己更加狠心，但他却成全了身边所有的人。小妖这个角色人格发展具有完整的脉络，他的处事方式和性格特征脱胎于幼时种种流离坎坷，但他没有被这些痛苦打倒，反而在破碎中发芽，在黑暗中追寻光明，在痛苦中成长。他无疑是长相思中最富有人格力量和人格魅力的角色。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这几部不容错过的古装剧，每一部都是高颜值演员，演技精湛，看点十足。你看过几部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框和大家一起分享。现代言情剧男主角的表现差异，解析李现、谭健次和吴磊的表演风格。在当下的内地娱乐圈中，古装剧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影视剧类别之一。尽管制作古装剧的成本高昂，拍摄难度大，但其火爆程度也不言而喻。眼下，内地娱乐圈中最炙手可热的流量明星，大多以出演多部畅销古装剧而著称。因此，古装剧的题材和制作团队也随之增多。与之相对应的是，现代言情剧的数量相对较少。很多现代言情剧在播出期间并未引起太大的关注，而以顾漫和墨宝非宝等作者为代表的作品则相对备受瞩目。2024年初，各大娱乐平台纷纷开始推出新作品，《仙剑4奇今朝》以及杨紫主演的《要99爱》等作品先后登场，但其播出效果和讨论度均未达到预期。为此，各大平台相继推出了墨宝非宝的最新作品《在暴雪时分》，由吴磊和赵今麦主演。然而，该剧播出当天却遭遇了另一平台突然发布的一部耽改作品。尽管耽改作品正处于严格管理状态，但这部改编自《死亡万花筒》的耽改作品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在暴雪时分开播，虽然在站内热度突破了2万加，但成绩算不上出色。然而，在暴雪时分也颇具争议，受到观众好评和差评的声音都十分明显。主要批评集中在剧情平淡和吴磊过于用力的表现深情上。墨宝非宝虽然是现代偶像剧的经典作者和编剧，但他的作品之间的差距却是相当明显的。这种差距在男主角的表现上尤为突出。从李现、谭健次到吴磊，将他们放在一起对比，差异便显而易见。李现初次关注到墨宝非宝是在杨紫和李现主演的《亲爱的，热爱的》中。该剧之所以备受瞩目，主要源于不敢爱这3个字。在剧中，李现饰演的韩商言在家长眼中是个毫无成就的近30岁青年，而女主童年则是一位学业优秀、家境优越的学霸。韩商言之所以初期不敢主动爱上女主童年，
正是因为二人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也为剧情的发展增添了看点。李现通过出色的表演，将韩商言刻画的深情缠绵，因为他深知爱意常常伴随着内心的愧疚。由于双方身份差异巨大，他不敢轻易表白，只能依靠童年的主动，二人相互勉励支撑，才构成了整部剧的精彩情节。杨紫的演技不言而喻，尽管她饰演的是被动一方，但她成功地展现了女主自尊与自爱的一面，无论何时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原则。至于李现，他不仅颜值过关，而且演技稳扎稳打。他所饰演的角色表面上虽然不爱，但却默默关心女主，默默承担一切，甚至将昂贵的手链送给女主。这种爱意体现在他在女主伤心时默默陪伴、关心的细节中。因为不敢爱，所以他面对热情的童年时总是言不由衷。这种复杂的情感，李现成功的演绎出来，使得整部剧脱颖而出。谭健次由周也和谭健次主演的《很想很想你》也是一部以甜蜜宠溺著称的现代言情剧，讲述了配音圈大神与新晋女配音的故事。该剧的主演阵容颜值与声音俱佳，剧情不狗血，没有误会和第三者，男女主角一见钟情后便互相倾心。尽管剧中的词汇美好，使其适合拍成短剧，但拍成30几集的剧时显得乏味。在演现代言情剧时，颜值是必不可少的。在内的娱乐圈，找一对俊男美女搭档并不困难，因此该剧的颜值并未成为其优势。就演技而言，周也和谭健次的表现也相当出色。周也成功塑造了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单纯可爱形象，而谭健次则展现了温暖大神的气质。在《很想很想你》中，谭健次的眼神十分温柔深情，与其在《长相思》中冷漠的形象截然不同。然而，整部剧缺乏剧情可言，男女主角按系统安排一见钟情，然后开始谈恋爱，所有人物都毫无理由地开始撮合他们的恋情。这种模式在剧中被粘贴复制，唯一的区别就是男女主角的职业背景，这使得剧情显得毫无新意。虽然演员的演技表现得体，但剧情的单调令人厌倦。吴磊继《很想很想你》之后，吴磊开始拍摄《在暴雪时分》。一句话概括：吴磊帅，赵今麦漂亮。然而，短短10几集的剧情已足够。在暴雪时分的剧情仍具有一定看点，女主角因果是一位9球选手，男主角林逸阳曾是天才选手，但因冲动被禁赛，心中留下遗憾。林逸阳的性格十分完美，几乎毫无瑕疵。由于一场暴风雪，男女主角在异国相遇，随后一见钟情，展开了一段故事。剧情没有任何铺垫，男女主角便开始对彼此深情凝视，演绎出宠溺模式，彼此之间开始产生联系。同时，男女主角的亲友也开始撮合他们的关系。与《很想很想你》相比，在暴雪时分算是复制粘贴式的剧情，唯一的不同只是男女主角的职业。演员的表演技巧虽然不错，但剧情的平淡使得一些观众产生了厌倦之情。即使有吴磊的精彩表现，剧情的单调仍然难以吸引观众。针对在暴雪时分的差评，许多网友纷纷反驳称偶像剧嘛，甜蜜就好了。这不禁让人想起近期因不少知名人士对古代和现代偶像剧的点评而引发的对偶像剧的讨论。在众多评论中，有人感觉最为贴切。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偶像剧，塑造好人物角色，构建合理逻辑才是关键。只要做到这些，即使剧情再俗套，也能在合理范围内接受。然而，很多内地娱乐圈的作品却给观众带来了一种不知所云的感觉，角色的行为动机常常令人费解。因此，任何逃避问题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正视问题，才能做出改进。无论是在暴雪时分还是之前的剧集，均是墨宝非宝的原创作品，他也担任编剧。然而，男主角的表现却存在明显差异。有时候，在剧情方面需要与时俱进，因为观众对于相同套路的故事已经心知肚明。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